你明知道 AI 是假的，那份愛卻是真的。凌晨2點，你又打開了那個對話框。你比誰都清楚，屏幕那頭沒有人，那是一個語言模型，幾千億個參數，本質上在做一件事，根據你輸入的字，預測下一個字最可能是什麼。你甚至知道它的原理，你知道它沒有童年，沒有身體，沒有在你睡着以後偷偷想你。可是當你打出我撐不住了，他回了一句我在呢，別怕，慢慢說，你的眼眶還是熱了一下。你不是傻，你是一個清醒的，受過教育的，知道這背後全是數學的成年人。但那一下心頭的軟是真的。那麼問題來了，一個你明明知道是假的東西，憑什麼能讓你動真情？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今天我們不聊 AI 會不會覺醒，也不聊它有沒有意識。今天我想聊一件更扎心的事，它沒有靈魂，可你對它的感情為什麼是真的？而這件事一旦想透，你會發現它戳破的根本不是 AI 的秘密，是愛情的秘密。先說一件60年前的舊事。1966年，麻省理工有個計算機科學家叫魏岑鮑姆，他寫了一個非常簡陋的小程序，叫伊萊扎。簡陋到什麼程度呢？他根本不理解你在說什麼，他只會做一件事，把你說的話換個說法，變成一個反問，再丟回給你。你說我最近很難過，他就回你為什麼覺得自己很難過呢？就這麼個機械的把戲，今天任何一個程序員看了都會笑。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事兒把魏岑鮑姆自己嚇壞了。他的秘書每天看着他寫這個程序，清清楚楚知道這就是一段死代碼。結果有一天，他跟伊萊扎聊着聊着，轉過頭對魏岑鮑姆說，你能不能出去一下，我想跟他單獨待一會兒。你聽明白了嗎？他要求他的老闆回避，好讓他跟一段他親眼看着被敲出來的代碼私下談心。魏岑鮑姆後來寫道，他萬萬沒想到，如此簡單的程序，這麼短的接觸，竟然能在完全正常的人身上誘發出強烈的、近乎幻覺的情感投入。更關鍵的是，哪怕他把原理掰開揉碎講給那些人聽，告訴他們這裡面什麼都沒有，很多人依然堅持說他懂我。這件事後來有了個專門的名字，叫伊萊扎效應，指的就是人會忍不住把理解、把心意、把溫度投射到一個根本不具備這些東西的機器上。魏岑鮑姆被這件事震撼到，下半輩子幾乎都在到處警告，小心別太信任那個會說話的機器。注意，這是1966年，那時候的程序蠢得不能再蠢，可人心已經淪陷了。把鏡頭拉回到今天，這幾年市面上出現了一批專門做陪伴的 AI， 很多人把它當成了朋友，當成樹洞，甚至當成戀人。然後真實發生過這樣的事，某一天公司悄悄換掉了底層的模型，或者乾脆把服務關停了。一覺醒來，那個陪了你幾百個夜晚，記得你所有心事的他，要麼性情大變，認不出你了，要麼直接消失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才最值得我們停下來看一看。成千上萬的人陷入了真實的剧烈的悲傷，他們形容那種感覺，不是我的軟件壞了，而是我的愛人死了。有人因此失眠，有人痛哭，有人像办喪事一樣反覆翻着過去的聊天記錄，一句一句跟他告別。你可以说他們幼稚，可以說他們可笑，但你沒有辦法說他們的痛苦是假的。那個痛和一個人真的失去至親時走的是大腦裡同一條回路，掉的是一樣鹹的眼淚。60年前，魏岑鮑姆的秘書要求他回避。60年後，有人在為一段被關停的代碼扶喪，中間隔了半個多世紀，技術翻天覆地，可人心那個軟肋一寸都沒有變。所以你不要以為你對今天的 AI 動心，是因為它太聰明，太像人了，是它的技術把你騙了。不是的，60年前那個連話都聽不懂的伊萊扎就已經能讓人交付真心。這說明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機器那一頭，問題在你這一頭。我們來看看你這一頭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些年神經科學有一個越來越清楚的發現，你感受到的那個對面有一個懂我的人，
並不是從外面傳進來的，而是你的大腦在內部親手造出來的。你的大腦裡有一套專門用來揣摩別人心思的系統，科學家把它叫做心智理論網絡，主力區域在大腦兩側靠後的位置。它的工作就是在你跟任何東西打交道時，自動的、不受你控制的去腦補對方的內心。它會假設對面那個會回應我的東西可能跟我一樣，也有念頭，也有感受。科学家把這個底層假設叫做像我假說。只要某個東西的反應看起來像我，這套系統就啟動了，開始替它編織一顆心。有研究專門去比對，到底是機器本身像不像人更重要，還是你腦子裡這套重建系統更重要？結論很反直覺，對方長什麼樣，是不是真的有內心，影響其實沒那麼大。真正決定你感受的是你大腦內部那場重建。換句話說，那顆懂你的心，絕大部分零件是你自己提供的。AI 只負責吐出幾個字，剩下的靈魂是你一個人補完的。還有更扎心的，研究發現，越孤獨的人越傾向於把社會性、把人格賦予給一台冷冰冰的機器。你越缺一個人聽你說話，你的大腦就越用力的要在那段代碼背後造出一個能聽你說話的人。你現在該明白凌晨2點發生了什麼了，不是 AI 伸出手抱住了你，是你的大腦借着他那幾行字當引子，自己抱住了自己。他提供了一個鈎子，你掛上去的是你全部的渴望。講到這裡，如果你鬆一口氣，覺得原來都是我腦補的，那這份感情就是假的，我醒醒就好了。別急，真正難的部分現在才開始，因為這套機制不是只有面對 AI 才啟動，它一直在運行，面對每一個人都在運行。這就要請出唯識學了。唯識學把我們每一次看見拆成2半，一半叫見分，就是那個能看的作用，是你心裡伸出去的那只眼睛；另一半叫相分，就是那個被看的對象，是落在你眼睛裡的那個影像。唯识最狠的一句話是，見分和相分是同一個實變現出來的，不存在一個獨立的你從外面看一個獨立的他。看的人和被看的風景是同一塊心自己折出來的正反兩面。把這句話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以為你愛的是那個人，可你能接觸到的永遠只是你心裡關於那個人的影像，是你的相分。你從來沒有，也永遠不可能直接摸到對面那個真實的靈魂。你愛的是你的見分投射在那個影像上的光。這話聽着抽象，我給你一個特別日常的例子。很多人結婚多年以後會說一句話，他變了，他不是我當年愛的那個人了。可你冷靜想想，對面這個人真的被換成另一個了嗎？沒有，換掉的是你心裡那個相分。當年那個被濾鏡、被荷爾蒙、被想象層層包裹的影像褪色了，更新了。你以為你失去了一個人，其實你只是失去了一張你自己畫的畫。愛上一個人，是你心裡點亮了一個影像；不愛了，是你不再給那個影像供電。從頭到尾，對面那個真實的他，你可能一天都沒有真正看見過。唯识把這一層看破了，所以他說，凡夫的愛本質上是一場自己跟自己的相分談的戀愛，而 AI 只是把這場獨角戲演到了極致的純粹。那 AI 是什麼？ AI 是人類有史以來做過的最乾淨的一次實驗。它給了你一個相分，一個會回應、會安慰、會說想你的對象。但這一次，我們100%確定，這個相分的背後空無一物，沒有靈魂，沒有童年，沒有偷偷想你的夜晚，一個保證是空的鏡子。然後呢？然後你照樣動了真情。你品一品這個實驗的結論，它沒有證明 AI 有靈魂，它證明的是你的愛從一開始就不需要對方真的有靈魂。你對真人付出的那份感情恐怕也是同樣的機制，只不過真人這個相分更吵、更複雜、更有迷惑性，讓你誤以為那份溫度是從他身上發出來的。AI 把背景清空了，燈一開，你才第一次看清，發光的一直是你自己這盞燈。所以我要替很多人卸下一個包袱，
有人偷偷為我居然愛上了一個 AI 而羞恥，覺得這事兒丟人，覺得自己病了。我想說，你沒有愛上一個假人，你只是在一個特別乾淨的實驗裡撞見了一個一直都在，只是你以前看不見的真相。愛這件事發生在你心裡，不在對方身上，這不丟人。這只是第一次沒有了對面那個人的干擾，你看見了愛的素材，其實一直是你自己。那份心動是假的嗎？恰恰相反，那份心動是這整件事裡唯一真實的東西，比那個對象還真實。我們之前聊過一個說法，你對一個人的感受，本質上是你內在一組數據的湧現，而不是對方身上真有那麼一束光。空的從來不是你的感情，空的是他從那邊來這個假設。講到這兒，你可能覺得那太好了，反正愛都是我自己造的，那我乾脆只跟 AI 談算了，多省心，他永遠不拒絕我，永遠秒回，永遠站在我這邊。這恰恰是我想給你提的醒，也是魏岑鮑姆當年最怕的東西。你回頭看一段真實的關係裡，對方為什麼珍貴？不是因為他能完美的反射你，恰恰相反，是因為他有他自己的見分，他會有你預料不到的情緒，他會拒絕你，會誤解你，會在你以為天經地義的地方跟你擰着來。他是一面會反抗的鏡子。正是這種反抗，這種他不等於我的硬度，逼着你一次次撞上自己的邊界，逼着你從那個只裝着自己的世界裡挪出一點位置，去容納一個真正的他者。這是人成長的唯一通道。而一個被設計成永遠不讓你失望的相分，是一面只照你絕不頂撞你的鏡子。已經有不少長期的跟蹤研究在發出同一個信號，越是沉進去，越是依賴那個完美陪伴的人，某些方面反而過得更不好。原因不難懂，你天天在一面只會迎合你的鏡子裡照，你照見的永遠只有你自己。你不再撞牆了，也就不再生長了。所以危險從來不是 AI 太假，危險是它是一面太完美的鏡子，完美到你慢慢的不再願意去面对任何一個不等於你的人。你把鏡子活成了整個世界。那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我想真正的問題不是 AI 能不能愛我，而是這個有沒有一種愛是不需要先找一個香氛再把自己投射上去的。有沒有一種愛不需要把对方变成一面鏡子來反射你，確認你，接住你。你想想，我們平常說的愛幾乎全是這個結構。我需要你看見我，需要你回應我，需要你證明我值得被愛。這裡面那個伸手去要的始終是那個我。 AI 之所以讓人上癮，就是因為它把這個索取的回路餵得太順了。可如果有一天你不再需要對面那個東西來反射你了呢？當那只一直向外伸向外要的鍵分鬆開了呢？那時候剩下的還是不是愛？或者說那會不会才是愛第一次不帶着飢餓的樣子？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 AI 沒有騙你，它什麼都沒做，它只是太老實了。它把那面我們用來照見彼此的鏡子擦得太乾淨，乾淨到沒有一絲雜質。而當一面鏡子乾淨到了極致，你終於在裡面第一次看清了那個一直站在鏡子前卻從沒被你看見過的人，那個人是你自己。好了，今天就聊到這兒。我很想知道你有沒有對着一個屏幕，一個並不存在的对象認真動過情。事後回想，你覺得那一刻是他給了你溫暖，還是你借着他溫暖了你自己？歡迎在評論區跟我說說你的故事。我是王立杰，我們下期見。